依照劳基法第37条规定，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劳动节以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日都应该要休假。通常我们在法令上会把这些假期统称为休假日，不过我想更通俗一点的用词应该是国定假日才对。相信在职场工作的你，一定有注意到了今年国定假日相关法令修订的消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定假日比之前多了好几天了。不过各行各业的性质不同，并不是所有工作者都可以在国定假日的当天如期放假。这时候劳资双方有什么解套的方式吗？这支影片呢，除了希望分享有关于国定假日的一些规范，也想要来进一步说明一下有关于国定假日调移时应该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就像我们开头所提到的，目前的国定假日呢，是以内政部锁定应休假的纪念日为主。过去我们会参考内政部主管的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的规定，其中有提到应放假的纪念日、民俗节日，就是现行劳工可以放假的国定假日。过去这个规定呢是属于行政命令的位阶，但是国定假日又是涉及到劳工权利以及雇主义务的重要规范，所以一直以来都有讨论的声音，在研拟是否要提升到法律的位阶，让国定假日的施行更加稳定。经过了修法的过程之后终于在今年5月28日，由总统公布立法院新定的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除了延续过去大部分的纪念日及节日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劳工来说，增加了可以实际休假的小年夜、教师节、台湾匡复节以及行宪纪念日。另外，由于公务人员与劳工的国定假日也依法趋于一致，所以5月1号的劳动节也终于从明年开始可以放假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的报道都会用未来放假日将多出4+1日来形容这次的修法重点。总之经过修法后，目前一般劳工的国定假日将会来到16天，而且我觉得之前的国定假日大多都是在上半年，这次修法后有3天是在下半年度，所以这样子或许就可以让大家觉得假期更加均衡一点的吧。另外也补充一下，应该蛮多人都知道，在106年以前呢，国定假日是有达到19天的。不过当时因应一例一休的修法，一般劳工的国定假日才减少为12天，因为这比较牵涉到更多的政治因素就不是本支影片所要讨论的重点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搜索相关的资讯哦。再补充另外一点，新定的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维持了旧法的规范。对于具有原住民族身份的劳工来说，每年会另外有岁时记忆的休假，而且修法后是从1年1天变更成了1年有3天的休假，可以由该劳工从原民会公告的岁时记忆期间内自行找3天休假。那其他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我们之前有制作过的原住民岁时记忆的介绍影片哦。最后我再补充一个重点，应该有些人会注意到劳基法第37条中其实还有提到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日。这个又是指什么样的情况呢？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当遇到公职人员选举、罢免的投票日或是公民投票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通常简称的投票日及公投日，当天也应该要让员工照常休假，而且薪资照给。不过还是有一些细节跟一般的国定假日不同，详情可以参考我们部落格之中有撰写过的选举假出勤与薪资计算方式的这篇文章哦。国定假日如果跟一般上班族的周休2日相连的话，就会是大家最期待的连续假期了。这种时候对于大部分的服务业、餐饮业或旅宿业来说，反而是更应该要出勤工作的日子。因此呢，在这些产业工作的劳工，往往也就没有办法在国定假日的当天休假。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其实遇到国定假日的时候依照劳基法第39条的规定，原则上是当日休假，而且薪资照给。但如果雇主经征得劳工同意在休假日工作的话，就可以在当天发给加倍工资之后，让员工出勤工作。当劳工在原本的国假那天需要工作的时候，大方向来说，雇主可以有3种方式来因应。第一个呢，就是依法发给加班费；第二个呢，则是经过劳资双方协商之后，以补休的方式替代加班费；第三就是我们这支影片后段会提到的重点了，也就是协商用调移的方式来处理。后面提到的补休或调移，基本上都是需要事先取得员工同意的。因此，如果员工并不愿意调移的话，对雇主来说就需要依法计算加班费了。那究竟该怎么样去计算呢？依照法令的原文，是让劳工在国定假日出勤的时候，工资应加倍发给。对于一般月薪制的劳工来说，指的就是除了当天的薪资已经包含在月薪内之外，
雇主还应该要另外发放1天的工资。举例来说啊，月薪如果是36000元的劳工，如果在某天国定假日出勤8小时的话，雇主在当月的薪资就应该要额外加给1200块。如果是时薪制的劳工的话，那就是依照出勤时数直接发给双倍工资了。另外也补充一下，劳动部在87年的时候曾经解释过，法令所说的加倍发给，是指假日当日的工资照给之外，再加发1天的工资。主要是因为劳工在假日工作啊，即使未满8小时，也已经没有办法充分运用假日的原因了。所以月薪制劳工就算国假出勤未达8小时的话，也应该要额外计给1天的工资。不过我自己也蛮好奇的，那为什么休息日出勤就不会运用到类似的概念，而可以依照实际出勤的时数来计算加班费就好呢？难道休息日出勤未满8小时的话，就不会有无法充分运用假日的问题吗？其实过去啊，曾经有短暂的修法，尝试要增加雇主让员工在休息日出勤的成本，来达到类似的目的。但这个其实是有比较复杂的历史脉络啦，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讨论吧。延续前面所提到的，国定假日需要工作的话，除了让劳工出勤并计算加班费之外，其实也可以跟员工协议调移国定假日。依照劳动部104年的解释令，劳资双方得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来进行协商。但因为这种调整将会涉及到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所以就必须要征得个别劳工的同意才可以实施了。不过，老板们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前面有提到的选举投票日，由于休假的目的是要让员工在当日可以行使投票权利，所以劳动部解释过啊，并不能跟其他的工作日来进行对调。过去就曾经有一些企业误以为可以比照其他的国家办理，然后进而在被劳检的时候主张选举日是调移到其他的工作日了，结果就被认定有违反了劳基法第39条的规定而遭到处分。那这样子的话，真的就是因小失大了。接下来啊，我们想要更进一步的讨论，当劳资双方协商国定假日调移的时候，要注意的更多细节以及重点。其实国假调移应该是蛮普遍的机制，有不少企业遇到国定假日的时候，为了让员工可以在整个年度内维持休假的总天数，还是会考虑采用调移的方式来执行，让国假调整到相对没有这么繁忙的工作日，原本的国定假日呢就变成了一般的应上班日。依照前面提到的104年的解释令，其中特别强调的调移时仍应征得劳工个人之同意，往往也会变成主管机关在进行劳动检查的时候会特别注意的重点。当然呢，国定假日调移理论上只要劳资双方达成合意就可以了，就算只有口头约定也应该算数才对。然而啊，通常进行劳检的时候都要检视相关的书面文件，如果当下没有提供调移的协议或是证明文件呢，有时候主管机关就会怀疑这样子的国定假日调移究竟有没有真的取得劳工的同意了。所以比较保险的做法，应该是要透过纸本的文件或是考勤系统，呈现出劳资双方有经过协商的过程，并且也明确知道哪一天的国假是调移到了哪一天。发生争议的时候啊，也才能更快速的厘清事实。过去就曾经有国营事业让劳工在某年的国庆日出勤，虽然有事先透过排班表来调移的国定假日，但是因为没办法提出经个别劳工同意调移的证明，而仍然遭到裁罚。后来便针对这个裁罚不服而提起了行政诉讼。经过了2年的诉讼呢，法院最后认为主管机关的裁罚有疑虑，而撤销了该行政处分。由于这起案件的争执点啊，主要是在于国定假日调移的形式为何，所以我认为其实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法院在裁定中有提到，虽然该企业没有提供经个别劳工同意调移的证明，可是因为已经有事前制作了排班表，并且提供给劳工，而且劳工也都没有表达反对的意思，因此可以解读成呢，这种模式已经获得劳工漠视同意。虽然主管机关也有抗辩，这种方式呢没有办法让企业确明所调移应放假日的休假日期，进而导致无法实质审查是不是真的有减损到劳工的权益。不过最后法院呢还是撤销了这次的裁罚。不过我是觉得啊，虽然前面所提到的案例是企业没有提出书面的调移国假文件，仍然可以顺利过关，但毕竟经过了其中的诉愿、行政诉讼程序，其实耗费的行政成本呢，我想应该早就已经超过了被裁罚的金额了吧。总而言之呢，我其实还是会建议，如果企业有调移国假的需求的话，应该还是尽量以书面的方式取得员工同意，并且在被劳检以前就可以确定调移后的国假日期，这样是更好的。如果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制作相关的书面文件的话，可以参考我们制作的国定假日调移同意书使用说明，在我们的线上商店中就可以直接购买后下载使用哦。希望今天的影片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啦，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